大家好啊，我是于超。这个一到了晚上啊，我这个思绪就比较纷繁，所以呢，一旦是这个过于纷繁的话，我可能就开始做直播了。如果不是那么纷繁，我可能就睡觉了。那今天很显然是这个纷繁压过了困倦。那么我听说一件事儿，就是法轮功里边儿这个有一个就是制片人加导演叫肖明，他也是一个自媒体人了。他在那个就是那个法轮功的一定的这个同修之中啊，发了他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是什么我也闹不清楚。内容呢，其中据说有一个就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你在修炼中对师傅是有疑惑的，师傅说的话、做的事儿是有疑惑的，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个疑惑是那个存在的，你不应该就是说告诉自己我没有疑惑。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因为你修炼是基于你得承认这个现实嘛，对吧？然后呢，这个据说他那文章就受到了围剿，然后呢，一大群人就上来就给他这个做思想工作。据说啊，我这也全都是听的八卦。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就是从香港来的，应该是香港佛学会的一个人，叫那个梁真，对，是直播 ですね，直播 ですか。那个他叫梁真，那个人呢，当时在大纪元的时候，还在香港的抗争中挨过那个中共的这个铁棍打，好像是。然后呢，他现在在美国，但是据说还是香港那个佛学会的负责人。香港佛学会的负责人竟然因为他的这篇文章把他给这个封锁了，据说是，我的天呐！所以呢，我就明白一件事儿，我也就是公开说出这个法轮功在实践中的一些这个矛盾呐什么的，就是说现实和它的实践是有这个局域之处啊，有 conflicts，就是有冲突之处。那么很多人说啊，因为于超你说的那个话太直，或者因为你说的话太刺激人，说的那什么，我听说我听说肖明这篇文章写的好像也是，就是非常的这个诚恳和那个就是没有我那么多那个就刺儿吧，我可能是个刺儿头，然后仍然被那个就是梁真呐，给拉黑封锁了。我的天，我说这个法轮功里边儿现在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完全你不能提出任何疑惑。但是问题在于，我觉得如果一个信仰啊，然后一个修炼，你不能提出疑惑，这还是修炼吗？我觉得挺奇怪的。假如这整个儿的群体啊，都是说这个，在这种威压和高压之下都不敢说话，那你们这帮人是在修炼还是在干嘛呀？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修炼实践中，你有疑惑，你真的需要知道自己有疑惑。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你知道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吗？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性别问题啊，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好像有六十几种性别，然后什么 LGBTQ 什么 T 什么那个，就一大堆 ABCD，就往下走了，然后再加一个加号。据说有60几种，有边儿现在好像可能80几种那个性别了。这基本思路是什么呢？就说这男的吧，本来我有一根阴茎，然后呢，我硬说我可以进女更衣室，为什么呢？生理上的这个性别是不足以证明我是男是女，我这个社会架构，我想自己，是男是女才是男是女。我觉得这个就是否认现实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后美国现在也是这个乱象频仍，呃，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就让我觉得你在修炼中，你明明是有疑惑，但你硬要告诉自己没疑惑，然后说我这样能成佛。我就觉得就好比你有阴茎，但是你说
我脑子里就是身上有阴茎，心中没阴茎，然后我就可以去女更衣室换衣服，我觉得这基本是一个路子，你知道吗？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法轮功内部啊，它的这个政治正确呀，还有这个就是极端的这种倾向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种极端倾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言路不开，不许你说话，说了就拉黑你，这是局部的绝罚，这是从梁真那儿发下来的局部绝罚。2014年，我就因为这个质疑那个柯文哲是不是参加那个活摘器官了，那个台湾的那个重要的这个法轮功负责人之一朱婉琪也是把我给拉黑了，说言尽于此。我今天才记得8年之前，然后他跟好些人说于超是特务，于超是从大陆出来的，于超是特务，就是这个言人整风式的这个行为啊，现在在法轮功中大行其道。我就觉得如果你不让人说话，然后呢，别人有疑惑都不敢说出来，因为怕被你这个群体整个给踢出去。像我这种完全的这种反社会式的人物啊，还是比较少。因为练法轮功的人经常是一家子就在那儿那个练功。如果你要是说一些这个不出圈儿的话，你可能这个家庭都破碎了。那个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这这种就是被你所有的那个社会关系驱逐出去，那个他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这个前景，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面临不了这个前景。所以呢，就这件事情使得我呢，觉得这个法轮功这个目前的实践呢，和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也非常像。耶和华见证人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家人呐、朋友啊，他都练这个，都参加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然后，如果你那个和那个就是最高的这种这个北朝鲜讲这个最高意志吧，最高尊严，那个有所那个给予的话嘛，那大浦洞导弹这就面对你了。当然，在法轮功里面没有大浦洞导弹了，那师傅是发一个猛鹤，那个经文呢，那个坐标是指着我和那个曾铮，曾铮是被这大浦洞导弹给打趴下了，不幸的是我，我可能我自己就是个大浦洞导弹，我就是导弹，你知道吗？因为从小老师就说："于超你怎么老调皮捣蛋呢？"所以我就知道我是导弹，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大浦洞。那个，哎，Lucy，晚上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法轮功这里边儿有什么那个，呃，你有独立思考的话，马上呢就开始阉割你了，你知道吗？阉割不成就绝罚你了。像现在肖明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嘛。我以前就很多人就跟我说："于超，你要是这么说，你要那么说。"我说就好像就是你这么说不好，我说就好像还有说的好的似的。我这个内容至少，说中文的这个大法弟子里没有一个人说，是不是？假如你还有一个人说，那你还能比较比较，那根本就没有人说。所以不是说别人说的好，我说的不好，而是我说了他们没说，我们之间是说与不说的关系，而不是说好与坏的关系。那么像这种用这种高压威压的方式，用这种你稍微有点儿那个不同意见，立刻就把你清除出这革命队伍的这种方式，能制造出什么样的人呢？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伪君子，一种人就是精神病患者。实际上，法轮功群体里精神失常的人挺多的。他们精神失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长久的否认现实啊，师傅都安排，是不是什么什么，本来应该你去承担一些责任，比如本来这法轮功这个现状是所有人都有责任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这么比较大胆的在说。华人里边，我知道最近我知道西人有个叫本赫尔利的澳大利亚人，他在2017年就说了，我也很佩服那个人。但是华文里边公开的就是我一个人说，那其他的人呢，都跟那儿德高望重的，像文昭、张天亮这帮人都德高望重的，还在那儿讲中华文化呢，还。就法轮功群体成了这样，你还讲什么中华文化？你讲出那中华文化也只能是太监文化，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法轮功在里边正在阉割我们呢。
你拿着那套东西，无非是给当太监写一个就是说当太监如何好的那个指导手册罢了。因为我们正在被阉割，然后你不去谈这个问题，你还谈什么中国文化，弄了个选美，还仁义礼智信的智也被那个弄掉了，然后这个弄了一个色情这个色相的这个女献身者貂蝉当成义的榜样，就说纯粹是狗屁不通的东西。我估计这又是师傅弄的。师傅在谈这个中华文化的时候，总是对这些什么这个洪秀全，这些，然后弄个什么年轻女子献身这些东西，我颇感兴趣。我感觉是，我觉得假如我能跟师傅谈谈的话，我也许可以跟师傅谈一谈这个中华文明中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呃，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强力的，就是禁止你有独立思考，禁止你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能培养出伪君子和那个精神病患者，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估计你一定是伪君子。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我啊，这还有这事儿呢，我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啊？你知道的一清二楚。那么就是所以我就从肖明这个最近这经历啊，耳闻的这经历啊，就看到这个法轮功这个是修炼真是出了大问题了，这个实践是出了大问题了。不要以为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能长久的在这个人类社会上，你这么胡作非为，因为你的这些胡作非为是有后果的，你知道吗？尤其是这些后果施加于我们这个群体中最弱的那个，呃，那些人，包括比如说未成年人被送到神运里边儿，然后关在那山上，也不能随便和那个家人长久在一起，然后什么都是互相之间还要互相监控、互相告密，然后一个团，呃，团长下边儿不是营长啊，团长下边儿有一班长。神韵这个什么舞蹈团呐、乐团啊，这个有个团长，团长下边儿有一班长，班长是什么呢？班长就是你看没看，就是金正恩在讲话的时候，这个该鼓掌的鼓掌，这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这大会场里有人扭着头儿，用那个锐利和那个威吓的目光扫视这个后边儿的这些人，看他们有没有不鼓掌的。你上网查一查，你找一下班长就是干这个的。班长就是天天监控着他们谁说什么了，谁思想有问题了，然后向那团长汇报的。然后呢，就是我想说30年来啊，我有2个事实和一个迷惑。就别人有人问我说："一超，你了解这么多事儿以后，你还坚持修炼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生啊，你只要还活一天，你还有一口气儿，那个你就在修炼的路上，你知道吗？不管就是其实不管你是不是练法轮功，你这人生整个走一遭都是修炼。然后呢，他们问我说："你还信不信法轮功？"实际上，像我在多次节目里说的这个，就是我一直都是记得在1992年、93年的时候，93年年底见到师傅，师傅把这个德和业力的关系啊，呃，提高心性是这个长功的根本呐，就是这些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东西教给我。然后呢，我开启了我这个认识这个宇宙啊，认识这个生命啊，认识自己啊，认识神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一直是非常感激的，而且那时候讲的那个道理，到现在我看仍然是非常对的。而且那时候我见到的师傅啊，给我印象非常好，那个气质呢是很谦和，很清明纯正那种气质。虽然我没有怎么打过交道，但是当时的这个气质给我印象挺深。这是93年的事儿了，这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才21岁嘛。但是现在我从神韵听到的什么事情呢？就师傅经常的是在暴怒中大骂这些那个年轻人，有的时候是未成年人，
大骂恐吓他们，你知道吗？然后呢，在这个神韵所谓的山上那块儿也是完全不允许质疑，然后互相之间都是那个不能信任，互相之间不能信任，那个是山上的一个基本的标配。时不常的还把这个修炼人叫去，小孩儿叫去，师母啊，就问他们说这个你很多这个学员反映你是修炼最差的呀，就拿这话敲打他。然后呢，他说这个，那小孩儿呢，他他可能比较有反骨，然后他说我不这么想，他说你不这么想，师母又说了，那你说，那个你觉得谁修炼是最差的？这就开始要他举报别人了，你知道吗？但是他一直就不举报，他说我不该这么想别人，我不觉得在修炼中可以判断谁是最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该这么想。然后他告诉我，我心里想那可能就是你师母和师傅修炼心性是最差的吧，因为他们看了太多这种挑拨，然后让你告密，然后恐吓你、大骂你，就这种事情。所以呢，就是我看那本赫尔利在2017年写的那个文章，说这个师傅有这个 angry management 的问题，就是愤怒管理的问题。这和我所采访了这些那个神韵演员的那个叙述啊，也能够非常好的对应上，因为他们都跟我提到了，而且他们很惊讶，说："于超，你从来没有在师傅身边待着过，你居然能从师傅为什么要救度人类那个感叹号的这个密度来看出师傅在这大喊大叫的这个频率增加了17倍，比那个转法轮中增加了17倍啊，增加了16倍，是转法轮中的17倍。"他们很惊讶，说那个什么，我有点小得意，因为我学理工出身，那可不得算一下你这个什么嘛，这个叹号密度嘛。所以这个师傅现在的这个样子，包括这个神韵出去巡演的时候，师傅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打牌、打扑克，一直要打到后半夜。然后陪着他打扑克的都是那些神韵的重要管理那个人员，那是心腹才能那个打扑克，包括那个他的师傅有一个重要心腹叫刘伟，然后呢，那个带着这种，疲惫和那个就觉得感叹，但实际上还洋洋自得说：“你们也知道，晚上的时间是不属于我的。”就好像带着老臣的这个疲惫吧，伺候主上已经是操碎了心，而为了这个自己的下属也操碎了心，这种完全是这个那种周恩来式的这个兢兢业业的老黄牛吧，但是他比不上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有这个特务机构，那个师傅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神演员都变成特务，让他们互相那个举报。然后呢，师傅有自己的一个打牌、打扑克的那个圈子，师母呢也有一个打扑克的圈子。出去以后就是那个打扑克打到后半夜，但是呢，神演员去排演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又不租一个那个地方让他们排演，只让他们在一个大厅里排演。师母又嫌那个排演声音大了，出来又吼他们，因为打牌打太晚了嘛。就这样，我听着反正是一个成瘾的这种状态，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这30年发生了什么，实际上是。但是我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面对这个现实，你作为一个打牌成瘾的这么一个师傅，你就不要那个，就是说成怎么慈悲众生，我什么？你作为一个就是就动不动就暴怒大骂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师傅，嗯，那么我们就承认这现实就可以了。因为人那个都是那什么，都是这个有很多缺点，像我于超也有很多缺点。我跟大家说过，我有 PTSD。前两天有一个人还问我是不是有那个忧郁症什么的，我看着他是不是想把我套我的话说，让我自己说自己有自杀倾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没回那信，我比较机灵，没回。总之啊，我觉得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精神正常的都不太多，我是这么觉得。所以呢，我觉得，呃，就是你得承认这个现实。所以呢，别人问我说我还能不能修，我就是把住两个现实。第一个现实就是我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21岁到51岁这30年以来吧，
塑造我的其实就是法轮功修炼，是师傅当年讲给我的道理。当年那个气质清纯、那个谦和的那个师傅讲给我的道理。那另外一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事实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师傅在山上做的那些事情啊，其实是不堪入目，可以说是。因为你不该那么对待那个未成年人，那个你不该那个什么，就是那么大吼大骂，包括你不该写那个猛鹤，用那大不动导弹瞄准我这颗导弹。我从小老师就说我是导弹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这两个事实我都承认，然后我有个疑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这两个事实呢，我到哪儿都能说，这个疑惑我也到哪儿都能说，所以我不需要扭曲自己的这个脑子。哎呀，师傅在下一盘大棋啊，师母是旧势力的头子，我说算了吧，什么师母是旧势力的头子呀？师母啊，他那个脑子和那个什么，我听着都，他只是师傅的一个传声筒，就跟那刘伟是师傅那传声筒一样。嗯，所以呢，这些事师傅是要负全部责任。那个就像我此前那个节目里说的那样，现在我了解师傅的情况是越了解越多，实际上是。师傅他周围通过什么明慧网啊，那些了解我一点儿那个情况，听的汇报都是错的。如果你要仔细听汇报的话，你就知道我于超只能辅不能剿。你剿我于超麻烦大了去了，我跟你说吧。但是不幸的是，还是那个拿大不动导弹对准我。嗯，所以呢，我有两个疑惑，两个事实和一个疑惑，我人生还会继续往前走，我还会牢记师傅在1993年那时候，我参加了2次那个94年天津的那个班儿，在那儿听的简直是觉得眼前的黑幕都被扯开了，所以呢，我始终很感谢师傅，我也始终会管师傅叫师傅。但是呢，我也会就是说谈出这些事实。嗯，没人能那个就是唬住我、吓住我，没人能这样。如果有人试图就是说吼我、唬我，那对我来说 just beginning，这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唉，我特别奇怪，就是说法轮功里边儿怎么是这么现在的这个现状，我有一个我的观众在我那个下边留了个言，后来他删了。他大意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一直都想那个回到那个佛教中去，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觉得啊，那个练法轮功我长得还挺年轻的，所以我心里一直挺犹豫的。我特别奇怪，就是我所遇到的几乎所有人呐，都是想从修炼法轮功中那个得到什么，就包括那些有病不吃药，最后本来可以治好的，或者本来不至于死的那么惨烈的这个法轮功同修吧，他们也是就是就像我以前节目中说的，自己认为自己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是说是什么呢？只要比如说我规律参加学法，只要我这有病不吃药，那我就是上了法船了，我就还是修炼人。但我一旦有病吃药，我就不是修炼人，我不是修炼人，我就成不了佛。他在这个事儿中只想着自己的这个得失，修炼中的得失就只想这个东西。实际上我特别奇怪这个事儿，因为我从2000年开始哈，我一看中共要镇压我们，我就开始找那个加密通讯手段。当时明慧网正在让大家都去天安门那儿那个注释正法所谓的，然后我就找到那些人，我说别去天安门，我说你学会这个加密手段啊，你回去建立这个信息点儿。然后呢，我就把自己找到的这个当时这个非对称公钥加密的方式嘛，教给他们。那么我把这个办法同时也告诉明慧网，然后明慧网开始觉得我的主意不错，趁着大家都来那个北京的时候呢，那个找到各省的联系人，就建立各省的这个点儿。然后突然有一天就传师傅的话，他们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双方都知道传师傅的话，说这事儿不行，不能这么干。后来我仔细想了半天，我就抗命了，我就非干不可。那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自己的那个什么修炼中的进退得失。后来我一路走来啊，我看到几乎所有的练法轮功的人，他们最根本的东西，所谓的啊，他们自称的啊，我就是信师信法，其实不是，他们要保证的是自己一定能成佛，你知道吗？就包括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都不说，都不说，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们这个群体中就是那些法轮功流氓，法轮功这个他们老管中共叫共匪啊，法轮功里也有轮匪。什么叫轮匪呢？你看看我Facebook 下边儿的一些留言破口大骂的，那就是轮匪。法轮功里边儿这个轮匪啊，横行，你知道吗？然后那些已经看到这问题的人都不说，然后呢，他们就说啊，是因为于超说话太过头儿，你倒是给我表演一个不过头儿的呀。这回肖明不过头儿了，说话不是一样叫梁真给拉黑了吗？是不是一样叫梁真来了个局部的小绝罚？那所以就不是我就是过头不过头的问题，而是说与不说的问题。只要你说，你就会被绝罚。可是问题在于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帮轮匪，这帮就是在这里边儿破口大骂你的人，能在这个法轮功群体里占上风，不就是因为你手里掂量的那个我能不能成佛那点儿事儿，然后不开口吗？你不就是看到了那个师傅在用猛鹤力挺那个明慧网的时候，你知道最后你只要开口，你下场和于超一样吗？我的问题是，遇到所有这些事儿，你怎么能不开口？今天我就是开了口就下地狱，我也得开口啊，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你有那个在我这儿留言那个人还一直挺支持我的，我也挺感谢的。他就说想回佛教，我就说你就是这种只考虑个人得失这套事儿，你到什么教你能长久的走？人家佛凭什么给你好处啊？我就纳了闷儿了，凭什么给你好处？我就一直就不明白这个法轮功里边儿这些，好像自己就是都是挺那个挺那个，就是好像是我懂得人情世故，我懂得那个什么进退的那些人，其实你们这么算计，最后你们亏的是最大的，包括你们的孩子都给搭到神韵那儿去了，坐10年监狱几乎是等于是。然后出来以后根本就不敢相信别人，出来以后都还是一副受欺负那样儿。我采访了这么多神韵的人啊，他们基本的态度就是，哎，我不想看过去了，我还是想就是往前就是开展人生新的一页。其实我内心觉得你不正视过去发生了什么，你不可能开始人生新的一页。你不说出过去在神那儿你的遭遇是什么，你不可能开始新的一页。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写自传了。所以呢，就是说这种事儿，你不可能长期藏着掖着，你知道吗？嗯，因为听众并不仅仅是法轮功里边儿这些人，有可能是美国政府，有可能是美国公众，你知道吧？这就是我想到了，就是说我在法轮功里遇到这些只为自己进退得失考虑的人，你知道吗？什么事儿都只考虑自己，就是包括实际现在那些演员，他们往前走，我就挺奇怪，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未成年人经历着当年你们经历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包括在训练中非常残酷，保护也保护的不好，然后经常受伤什么这那的。他们都不考虑，就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我就在海外见的这帮海外华人呐，就是特别浓烈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个味道。你在国内你还能遇上那种有性格呀，然后讲义气的人，在国外很少很少很少能遇到，你知道吗？他们这个学个什么数理化，拉个小提琴，弹个钢琴，然后混一个什么常青藤名校，他们叫行话叫爬藤，然后在某个州拿个奖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人生毫无意义，真的。我觉得人生你得能说出自己的心里的话，不然的话，你就是在思想上被阉割了，思想上被阉割了，你知道吗？就跟那些想变性的人给自己打了那什么，打了那个某种激素以后，什么长出乳房，什么阴茎缩小之类，然后他自以为是女的了。就这些明明我对修炼中有问题，他硬说没问题的人，我觉得跟这个你是男的硬变性成女的是一样的，你否认那个什么，否认那个现实。这儿有一个人说什么师傅死了什么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没有必要否认。现在师傅不是真的师傅，我觉得毫无必要否认这一点。你就带着疑惑就可以了，我不愿意让自己扭曲现实，你知道吗？我可以和你疑惑共存，我可以带着疑惑死，我不愿意带着错误的这个认知死，对不对？你硬说师傅不是师傅，你硬说希特勒还活着，你硬说什么那个拜登已经死了，现在是假拜登，
你说这套事儿从什么小明、朱妹那时候一直谈到现在，什么2021年8月什么川普要带兵回白宫之类的，现在都2022年8月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不赞同这种完全否认现实，我宁可带着疑惑，我就大放厥词了。但是这就是我想法儿。那个我就说到这儿吧，反正是一些感想。法轮功的这个主体修炼出了大问题了，我觉得。嗯，我会持续的把我的这个感想说出来。跟我说什么那个下无声之门呢，什么什么猛贺呀，什么都没用，越贺我越说，不贺还双方都还留点面子，贺了就我就放开了，基本上。行，那谢谢各位，然后下次我再来再谈吧。那再见，晚安。